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各位都准时到了，所以一定要准时开始。那晚到了，我们待会再慢慢来，我们就先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延续上礼拜企划书撰写的实务的这个课程。那今天的部分会延续上个礼拜我们在谈一份这个社会企业的企划书的里面的章节，今天我会再把它放大一点来看。所以今天会站在比较一个高的观点看社会企业的企划书这件事情，从企划，从怎么样去酝酿形成这个企划书，到最后这个企划书你怎么把它写出来，又怎么跟别人来说明报告说你这一份是很棒的社会企业计划书，也就是说你怎么做好一个简报来跟你的对象、你的认识的朋友，甚至于投资者来做一个说明。那这是今天的课程里头的一个上半段的部分。那今天的下半段的部分，我要让各位稍微做一点讨论，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了6家社会企业的企划书，要给各位做阅读。来看一看，你看看别人怎么写，如果你来写，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再来做一点互动，做一点分享。你看到你所读的那本企划书到底有什么优点，有什么还可以改善的地方？人家怎么写，跟我在上个礼拜跟这礼拜跟大家报告内容有哪些差异，都帮助各位以后在写社会企业的企划书的那个关键要点能够做一点对照，来做一个这样的讨论分享。好，我想我就慢慢的开始来跟大家。那我想我们延续上个礼拜这样的课程，上礼拜主要是把我们企划书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今天大概是这样的运作。上半段我会跟大家讲一些企划书的基本概念，我们很快带过去。那第二部分会跟大家谈，我们看到坊间很多的一些人写企划书，尤其是谈这个社会企业或者创业，它的种类大概怎么样？在写这个企划书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我会来跟大家做说明。另外就谈到第三个单元，谈到社会企业企划书的5个大的一个步骤。你从一个有想法到最后把这个企划书写出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那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的部分，主要是在谈其中的部分。你写一份企划书里面有哪些章节？再来就是那个营运模式。上礼拜特别跟大家做了这样的说明。那今天会从你有想法，还没有动手写还有想法开始，你怎么酝酿到我把这个企划书完成出来？这样的5个步骤。另外再来谈社会企业企划书的简报。各位一定简报过很多次。那社会企业企划书到底要简报什么重点？因为往往你的听众或者你要想跟他简报，我就给你5分钟、10分钟，你可能写了50页的这个计划书，你如果用一个10张、15张图片，怎么去跟你的对象说明你的这个计划是很棒的案子？你怎么短短的10分钟就说明清楚，就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我刚才提到会有一些案例跟各位做一些讨论分享。这一张图最特别，这张图我稍微做一点介绍，让各位更了解社会企业真正的内涵在什么地方，尤其在企划营运这个部分。那我是借由一个创业大师这一位 Simmons 这一位教授，对不起，这个按到什么看？没关系是他用了一个所谓创业营运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说明。他最主要谈到说，你看到一个社会问题，或看到一个我们在坊间创业的机会。一个事业的构想，一个说社会企业的一个可以营运的构想，从机会开始，我们这个 opportunity， 各位看到的左上角这条路开始。那接着你必须有一个团队，我们叫 team。所以任何的社会企业的运作必须有些 partner 伙伴跟你一起运作的团队。那第3个部分就是资源，你必须去结合除了人团队以外，还有很多的所谓各项的资源来布局。所以基本上，整个社会企业营运的架构，我可以从机会、团队跟资源3个面向去把它连接起来。那中间有些过程，我来跟大家做比较细的说明。你看到一个社会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相对我上礼拜讲，也是一个你看到的机会点，你想把它做一些改善，或做一些怎样消除掉，这是一个机会，在企业里头叫做商机，叫做 opportunity。你必须在这个
看到这样的商机，看到这样的机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环境问题，你必须很清楚做一些分析，找到你可以做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核心的产品或服务。那这个地方必须你透过创造力，就是你必须想说，怎么现在这么弱势团体或这样一个环境问题，我必须透过我的那个创造力，这种创新的构想去找到你可以做的什么产品或服务。这是从这个角度看。好，任何的这个社会企业的运作或是创业团队的运作都一样，必须要有一群人。所以各位记得，创业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那边打拼，而是要找一些跟你志同道合，尤其社会企业的所有的伙伴，一定要这么想。不是你一个人从校长做工友都做，那是做不出来什么成果。一定要去结合，把你的理念、想法很清楚的传递给认同你的、跟你有一同希望来对这个社会贡献、希望来对这个环境有贡献的人一起结合起来，任何 team。所以记得，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创业或任何事业运作，都希望各位去邀约你的好友、邀约你的好朋友这些。跟你有同样理念，一起来形成一个团队去运作，这样才是对的。好，再来，你要形成你这样一个社会企业的运作，你必须善用各项的资源，政府的资源、社会的资源、企业的资源，甚至于你的周边的资源。那这里谈到，你有团队，一群人跟你一起运作，你就必须怎么样，把这些人的专长把它整合掉。我们看到很多的团队，经常是你想你的，他想要的，最后是什么连接不起来。所以很清楚，你任何的这个事业运作、社会企业运作都要有人，而且能够整合每一个。你擅长企划，你擅长行销，你擅长管理，你擅长财务，把它结合起来，这样整合起来。这个地方必须要出来做领头，所谓领导的这个社会企业的创办人必须去做一个leadership，把各有专长的人把它整合起来。我来带这个社会企业的发展的运作。好，再把这一群人到底要做什么？经过大家的共识讨论，我们这家社会企业想做什么？想做环境改善的问题，想帮助弱势团体，或帮助视听、视障或者是听障的朋友的改善问题。你清楚的把那个价值主张，我上面提到那个 value proposition 价值主张，透过你们这一个所谓团队，把它具体的呈现出来。好，再来提到刚才资源，要善用各项的资源，千万不要把资源只放在什么？我上礼拜提到，不能只放在钱这件事情上面。有志工也是资源，人家提供你免费的场地也是资源，政府很多补助也是资源，还有很多的资源，你要把它善用整合起来。好，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机会、团队跟资源，再来一个很清楚，我们一般的社会企业最弱的一环就是财务。所以我是强调，大部分的社会企业的运作最大的问题点就在于财务这一块。有人会说，哎呀，我们只有2个人，我们就5个人，就简单，你就多出一点，你就少出一点，我们就代垫一下，基本就弄成一团乱。我会特别提醒，财务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财务的运作，财务怎么样，让很清楚的走得更远。我们强调社会企业要把你的财务做非常非常透明。不怕你有亏欠，就怕不透明。我们看到很多社会企业是因为财务不透明，大家都不敢帮忙。到底一个黑洞多大都不敢透。如果你透明，大家都很放心。所以这个特别叮咛各位，你在你的社会企业计划书里面，特别要把你的财务很清楚的传达出来。再来很清楚一下，服务的是什么对象，还有目标客户。通过这一个创业大师的这个概念、机会、资源跟团队，把我们社会企业的运作放在里头，你就很清楚可以了解。所以把社会企业的营运透过机会、资源跟团队去形成，中间有3个很重要的力。第一个力就是创造力，创造力。这个创造力，就是你有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机会，你如何透过你很有所谓 creativity 创造力去把它创造出你可以服务、可以投入的一个什么营业的项目，同样道理。喜安德，你透过很多有心人把它创造，喜安德可以做饼干来做销售，利润不错，找到他们可以卖的产品。再来，我刚才提到就是领导力。因为我们最怕说，大家都一样，一起来打拼，所以就大家都一样，这是不对的。还
还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带头的领头羊，那个人出来说你负责，大家才能一起做事。我们大家都一样，大家说你到底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你听我的，搞不清楚不可以。一群人做事情绝对是有上下之分，才能够产生真正的行动力，产生成果出来。再来就是洞察力，要不断的去看待你所投入的价值主张是针对环境、针对弱势、针对老人等等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我们称之为叫做价值主张。这一群人连接起来，看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很深入的去探透它，叫做 insight， 去痛看它里头到底是不是我们真正做到这样的情况没有？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张图给大家一个清楚的概念，你一定要善用资源。整合团队看到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把它全心的投入去引领它。这是从这样的概念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有了之后，我们再看看简单的从第一个单元，简单的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所谓概念，一个企划书到底要怎么样来运作，给大家做一点参考。企划就是对组织一群人自身整体。整体性以及未来的策略规划，就是一群人起来想做一些事情，一定要做一个全盘的规划。所以怎么样？我们必须整合、统合，包括想法分析等等，归纳最后定出一些方案。这整个的过程，我们称之为一个企划案。所以企本身就是要达到某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想完成说，我想成立一个社会企业，我想去运作一个社会企业的运作，为了这个样一个期望。那我透过要去很清楚的去把它做一个规划，所以企划书是来自于你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构想方向等等，很清楚把它写出来。所以企划本身是你有一些想法之后，透过实际上去做一些动作想法之后，可行的方案、目标、时间管理算都把它放进来，把它画出来很清楚，形成各位今天听这一个所谓社会企业企划书这样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有7个大步骤，我待会会介绍给大家了解。好，第一个了解环境，了解你所要解决这个大环境是怎样，而且特别强调社会企业一个很特别，跟一般的创业、一般的事业不太一样，我把它称之为蹲点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环境问题，如果你只是在网站上面查资料、新闻看报道，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是成功的一个好的社会企业公司。特别强调。社会企业特别强调那个蹲点，蹲点的意思是你要到实地上去接触，实际上去蹲在那边。我们看过这里办过很多的社会企业家来这里做分享，我们看到很多都怎么样，实际去参与，实际去接触农业，实际上去跟那些弱势团体，甚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有的还1年、2年、3年之后才开始动什么，动他的真正的事业行动，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必须去蹲点，跟农夫坐在种田里面去种，自己种看，甚至亲自去跟那些弱势团体去做志工去做服务。所以我常常给很多年轻的同学讲，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社会企业，你先去跟那些当志工去投入你想服务的对象，然后到一些弱势团体或到农家去，就当志工跟他们一起做，你就慢慢的了解说，原来他们碰到什么问题。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要去了解你想投入的社会企业的项目是什么，而且不能只在那说，我看电脑啊，人家告诉我去谈看，我那个都做不出。一定请你动手去做，我把它蹲点手，蹲在那边跟农夫谈，今天种的小白菜如果那边种的这个西瓜如果，你一定要去跟他们做非常近，甚至来去体验一下，你才有更多的感受。可是这个时候常常在这个蹲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创新的想法会出来。你在看资料是没有什么概念，可是你在那边跟那个农夫、跟那个弱势的坐在那边，然后在地上爬，在那边做很多事情，你那个脑筋那个创新力蹦，那个就是我所说的创造力，你的创造力就蹦出来。所以特别强调，计划书一开始还没有动手写哦，请各位去了解。你所接触的想投入的社会企业的项目是什么？从我把它称之为蹲点，透过内外部的观察，了解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很清楚社会企业就希望能够解决跟改善这个社会问题，所以一定要透过蹲点、参与、体验、实作等等去怎么样去发掘
有没有更创新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才可以针对需求期待开始进行撰写企划书。第二个，收集跟分析资料，你去体验、去操作、去动手做，慢慢开始更多的资讯会进来，跟实际的那个当事者做对话、谈量化，一个不够，两个不够，三个再多的对话，开始大力的收集资料。刚才那个论点，其实某种程度也就是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田野调查，实际了解情况。这时候你才会把你很多接触的一手信息放到你脑袋里头，重新把它转换成你接下来要展开企划书里面的真正的所谓 content 内容。好，这是第二项，从了解到收集资讯。好，第三项，好，设定企划成果。你想完成这个企划书的成果项目是什么？这里提到目标设定、阶级可行性跟差异。就说你透过你实地去参与、收集出来，你心中有，我想成立这样一个社会企业，我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目标设定出来，再来，这过程当中开始酝酿创意。你想达成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改善农业的，改善森林树木的问题，改善什么环境的问题等等。透过我一直强调，一定要有创新，千万你不能再重复过去的做法。尤其今天大家资讯很透明，别人做了，给你做参考，你有没有更好的 idea， 更有创意、更有创新的想法？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透过特别强调，科技是拿来用。所以你要把科技的知识，不管是现在大家很熟悉、很红的什么大数据，今天很红的物联网，什么 IoT 一大堆，请记得把这些拿来加上你实际上接触、体验到的这样的环境生活，把这些加进来，就来做创意把它讲进去。好，所以我特别跟各位分享，你想去创办或经营一个社会企业，一定要有很多很棒的创意创新结合起来，帮助你真正能够达到你希望的改善或解决这样社会问题这样的情况。第四项，好，第五项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这10多项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你就要开始展开来，你们一项相信。好，再来，我们看到第6项，制作你的企划书，这是你写的章节，我上礼拜提到。你千万不要说，我坐下来从第1个单元写到这里，写到16个，我告诉你一定会累的，而且你没办法。我会建议你们团队有5个人，好，一起负责写，比方说写这12到16项，5项让你来写，其中的这个7、8、9我比较熟，让你来写。团队要这样分工，一个人是真的是非常很累的，所以我过去有这样的经验，我会鼓励大家分工写。可是分工写，千万记得，我大概知道，经常写起来就会怎么样？因为你有你的想法，我这个呢我不起来，大家会知道。所以我建议这样的企划书开始动手做的时候呢，要能够分工，你的团队3个、4个分工，大家分工，中间要很多的讨论，才能够横向的协调，才能写这个企划书。我强调一个很重要，一致性的部分。好，这个是我简单的说，你企划书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且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帮助解决问题，如何执行，都在这个企划书里开始一步步写。有空开始动手写。这给大家的第6个部分。好，第7个就是付诸实行跟观察，这时候要开始投入真正计划时间去执行的部分。再好的案子一定是透过去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再修正才去运作，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基本上这是比较通盘性的，也把社会企业的一个所谓企划书撰写的几个常看到的问题或一些提醒给各位，蹲点的重要，体验的重要，实作的经验，实作的重要，更提到要有更多的创新放进去，才能够去真正发挥这样一个社会企业指力的目的。我们一定用很创新的手法。用科技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面临到的社会问题、面临到的环境问题，这样的概念。好，这是第1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的部分。好，接着我很快的带一下企划书本身就会有一个企划的基本的制作。你看，真的写了一个企划书的部分，要去观察、洞察对象的需求，你想去了解实际情况，洞察。第3个要去做正确的分析。要审慎的去思考里面的内容，你这个计划书的脉络已经很清楚，这16项一的把去撰写出来。好，那再来随时了解，因为我可以这么计划书写来只是让我们做参考，
因为实际的运作绝对会是不一样，我可以保100%。因为你实际去做了，一定还有什么人事时机会不同，你一定会去修正你的计划。可是，当然这样就一定会改变。为什么？计划书是一定要写，你不写你就没有概念。你写了之后，你去运作一定会修正。所以我常常碰到很多同学写计划书一样，我说你的计划书写完那一天哦，基本上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因为你做了就会改变嘛。哦，所以可是你不写又不行，因为写了可以帮助你很多的构思，很清楚的脉络。所以我也同样的概念给大家。一个好的计划书的撰写大概有这5个要素：清楚知道基本的概念、洞察正确跟内容，跟随时去做调整。所以各位请记得，我待会提到计划书的3个类型，其中有个类型是给自己参考的，就会特别强调，计划书是会随时更动，不是变动，不是一写就定案的，没有这个的哦，都是会变动。这给大家做一个了解。好。好，接着第2个单元跟大家来谈企划书的种类，大概有哪几种？给大家做特别每一种的情况会有它的特色，跟一般的创业计划书是非常非常一样，几乎是一样的。第一个，营运计划书的3种的所谓形态，各位领导都要这种概念，第一种是为了利害关系，有个吸引投资人或跟人家说明的所谓简报用的计划书，就是把你的计划书写了30页、50页，最后浓缩成10页、20页的一个简报型，是向外界筹措资源，包括资金，包括公部门跟很多人沟通的工具。所以这个是一个简报档的 PP 档，社会环境问题为何，里面要涵盖这些内容。为什么要有社会企业等等？你要在这个简报里头透过那10张、20张，最多30张了，因为一般你大概很难谈到30张，因为一般都只给你10分钟、15分钟。所以这一份是一个所谓 PP 档，他们是在做沟通、做说明、简介，很快的10分钟介绍你想谈的事情。第一个类型，简报型的这种所谓企划书。那第2种就更深哦，这种就不太一样哦，是为满足利害关系或投资它评估用，给人家来好好了解我们的。刚开始是简单的10张投影片，接下来可能是30页、50页正式的对外，可以给人家看。那这个特别提醒大家，一般的计划书给人家看是要回来的所以我们要签一个保密的合约，类似这样情况。是为了满足利害关系的跟投资评估用，他想评估看，我对你们公司有兴趣，我对你这个计划我想来参与，我在可能投资你，或者是我动用我的资源更深的了解你，这种计划书可能是20页，可能30页，过得讲得很清楚。那刚才这个是很简单，就你在台上报告，我有个题目你，大概是这样。这个是你带回家看的，这第2种是给人家评估用，就是你可以带我寄给你，我带给你好好仔细的看一看内容。这个是第2种类型的计划书，给你特别看到，叫做评估用的计划书。好，这是第2类的部分。第3类是给自己看的，所谓营运用的，所谓我们叫商业计划书，自己在表面参考。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比前面2种更严谨的写。在事业发展的定位，还有你的营运模式等等，在这个里头会有很仔细的给自己参考。一般这个当然给自己看的写的不会说一定排版排了就是给自己看的，修正等等。前面2种都在给人家看，当然你的排版各方面就会比较严谨、比较漂亮的做法。那我经常看到人家很多人写这个是给自己做参考，或想1年半后再增加多少人，1年后再发展什么新产品，或1年后规划怎么样的通路，例如这么说，会可能是一个内部的一个营运的计划书，是这样的概念。这是第3个类型给大家做参考。好，接着我在第2单元的后半段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就是谈到你撰写计划书的7个大原则。我把创业计划书的7大原则跟这里来做一些连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第一个，你的这个计划书要能够清楚的写出来，呈现能够解决你所面对的社会环境问题，
你有这个能耐跟经营的，简单的说，你这个计划书写起来，让人家说，哎，你们这个团队，你有动用那么资源连接起来，你确实有这个能量，确实有本事解决这个问题或改善这个问题。特别强调这一点，你不要让人家写起来说，哎呦，看起来这个也难，那个也难，那就泡汤了。你的计划书本来就写起来让人家吸引人嘛，你写起来希望能够大家来给更多的一些什么帮助，所以特别强调。你们的团队要有解决问题的强烈企图心，就是你在写这份计划书，你们要强烈表达你们的团队是有能力可以结合资源解决或改善这样弱势团体、这样身障团体的一些什么困难，而不是追求而不仅是追求说企业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企业成立目的是在解决改善社会环境的问题。那你的计划书来讲，你们这个团队确实很厉害，你们这个计划书看起来是，真的很有能耐，确实可以改善这个社会。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个计划书写起来是正面的，写起来是非常乐观的，是有能量的，是可以引动，甚至我们强调的，社会企业最大的成果、最大的要点是能够影响社会的 social impact。所以你的计划书其实能够让人家感动，让人家说，确实你们这家企业是对社会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social impact。这第一个部分。好，第二个，呈现经营社会企业能力。这个计划书写起来，我刚才提到，你们有团队，团队里面的人，团队里面的专业知识，还有结合很多资源，整个团队是清楚的一个价值主张。我刚才到，你们有共识，希望能解决这些，比方说，老人的问题，解决一些街友的问题，解决这些，也许是这流浪狗等等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价值主张跟使命感。我们这一群人。特别对于环境，特别海洋环境，特别有这样的共识，我们也都实际参与。曾经有些我们的认识的朋友在外企投入的工作，我们对于改善海洋、海岸的环境，这样很有使命感。所以那个是你们团队的共识。第二个，谈到要呈现经营团队事业能力跟丰富的经验背景，这一份计划书里头要能够呈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专业知识，都有共识，都有这样的使命感来改善，比方说社会或改善海洋环境问题，你有这样的努力，因为您在企业服务，您在以前 NPO 服务，你在做很多的职工，动用很多的资源。这计划书写起来，让人家说，你们这一群人确实各有专长，各有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有这样的使命感，是有解决这样的一个什么？社会如果改善，同时提高你们有能力经营。好，展现对于该产业市场产品技术以及未来能力已有完全的准备。计划书让人家看起来说，确实这个团队很优秀，有这个能力，可以有这样的能耐解决这样的问题，达到这个团队，达到这个企业的什么使命。好，第二项是呈现出团队的能耐能力。第三个部分是市场导向。简单的谈到这件事情是能够刚才到社会影响，能够来自于所服务的工作能够怎么样有一些收入。我们最头痛碰到的社会企业这样子，他都爱心一片，都规划得很好，就是一件你做不来，怎么去收钱？东西都可以送给人家，可是没想到成本，就是搞错了。所以特别强调要有市场的观念。市场互动的观念，我有投入成本就有什么收入，同样的概念，利润是来自于市场的需求。很清楚，社会企业是来自于经济跟社会的平衡，所以各位在记得，你推出的产品就是要有利看，你东西要让人家爱，让人家买，人家喜欢买，才会不断的怎么样来投入。就像喜爱的，如果做的饼干不好吃，我相信你可以买一次、买两次，第三次就不会买。所以你做的饼干还是要什么？符合现在人的口味、市场导向，这个同样的概念。你要认清楚，你的东西不是拜托人家买，人家是喜欢来买你这个产品的成功，人家是喜欢你的东西，喜欢你这样的东西，人家来买，这就是市场导向，而不是说因为我是社会企业，请你都给我买一个，你就搞错了。所以特别提醒各位，社会企业不是祈求人家买东西叫做爱心，可是我的东西真的很好，你很乐意来买，你会帮我广告，人家来买，市场导向。所以你的企划书写出来的东西要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让人家体验到说你的东西可以做得很好，人家很乐意来买，这样子。所以营运计划书要以市场导向的观念来撰写。很奇怪，我说讲因为我们要照顾什么多少弱势团体，所以我们的东西请各位来帮忙，我们多推广。我比较不是那么正面的肯定，而是你东西做出来真的很好，人家打从心底愿意来买你的，那才是对的。所以这个地方市场导向，你的企划书要呈现这样的内涵。第四项叫做一致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企划书里，大部分40-50%，接近一半都有同样的问题，写起来不一致。比方说，他的企划里面，明年希望能够扩大公司的业务的规模，人没有增加，机会没有增加，因为你的机会增加在财务报表要出现。在你的组织里头没有增加人力，你说明年你要扩大运作，如何扩大？不一致。你希望说我明年扩大场地，你扩大场地一定有设备，那你的财务报表、你的经费预算都没有编进去，那你说你要扩大经营，怎么扩大经营？常常会出现这种不一致的事项。行销明年要大力的广告行销，可是行销预算一点都没有增加，你说怎么可能？常常会出现这种不一致的现象，所以给大家说了，计划书，尤其是每个人在写，要分开来写，写完要做一点沟通，大家才能够把很多想法一致。所以写计划书不是说你负责财务你就写到完交出来，那是不会的啦，因为中间有很多讨论嘛。你说行销一定是你去写，大家再来讨论，接下来半年怎么做行销？我们在电子媒体怎么做广告？我们在这个通路怎么架构？那很多的讨论之后，才能够让你定案写出来。财务也是一样，我们现在3个人明年要扩大到6个人，每个人薪水要把财务编出来，你要跟我们一起，所以团队要是不断的互相沟通了解之后，你再把财务写得更真实，你的行销写得更真实，你的什么产品开发才能够做得更真实，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经常看到计划书经常是这样不达标、不对称的，所以就不一致性，就产生很多矛盾。一问就知道，你的薪水没增加，你说你们第2年要扩大营运，你的薪水都没有增加，你说怎么扩大营运？打了一个大问号，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特别给你整个计划书的前后的基本假设，就是前面如果说扩大经营，后面就有配套嘛。你不是说前面已经喊出来，明年扩大什么人事费用，什么都没有增加，不是就好。所以基本就基本的假设跟预估要互相的呼应，前后逻辑要合理。例如财务预估必须根据市场分析、技术分析等等，帮助你各种所谓报表的简单的说前后要一致。大部分出了问题就在财务，因为财务编起来的时候跟前面不管是行销等等的部分就出现了一些异常性、矛盾的现象都有。这个给大家了解，这是第4个一致性。好，第5个实际。当然我们都知道，计划书写起来会比较稍微吹嘘。扩大一点，吹牛吹大一点，可是你不能吹得太离谱有时候写就看到那计划书，就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就实际的数字要客观实际，且无凭着主观在那边瞎猜，因为你不知道看计划书的人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碰到有经验，一看就把你猜穿了，怎么可能全台湾多少用多少东西？算在全台湾多少小孩用多少东西？全台湾老人多少用多少东西？大概人家算一算，有经验的人可以预估一下。就会看出你写的这些所谓数字到底合理性如何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比较保守一点写当然，如果你1:1，如果你喊成1.2、1.5，还勉强。比方说你的实际量只有1，你要喊出500，喊出1000，那这个就很离谱好，第6项明确你到底做什么？你那个动作就是明确的市场的机会跟竞争的威胁。尽量以具体的资料来佐证说明你到底实际上可以做多少，很明确的说出来。这是第6项的部分。那第7项，我们知道计划书写起来可以写100页、200页都可以写。那我们当然还是提到，一定要把你像经营的事业的各项要项把它写出来就好了。你应该写3天3夜，都一直写来写几百页都一定可以。可是重点要什么？大概把几个重点项目怎么样列出来。所以这里我要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因为写计划书真的要写，你可以把一个小小字写的100页、200页都可以。可是我特别要强调说，如果这样写，你永远写不完。那回到原点来看，这份计划书给谁看？
他想看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啊，跟做简报，刚刚谈到我们三个类、三种形态的计划，那个计划是第一种是简报用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你要简报给谁听的？你的简报档呢就要调整，因为他说，这个创办人，我给你10分钟报告一下你们社会企业这家公司。这个时候你要清楚，听的人是谁。如果他这个是行家，当然你要把行话讲出来。如果这个人都不懂的，当然你从最基本讲起。可是只有10分钟，你怎么办？你不能把同样给行家的东西拿过来给那个不懂的人讲，那你一定讲得难，很糟糕，听不懂。所以特别强调，一般我的建议，如果今天你是有10分钟可以跟一个人说明你的公司，我建议你大概只能讲15章，已经很多15章都有了。可是请记得，不能准备15章，你要准备30章。为什么？因为你讲完之后不懂，他问你再把你的第18、20、23拿出来跟他说。简单的说，你必须去判断听的人可能会问什么问题。就是你要自己拿一些自己预设他会问什么问题，做好参考题目，这给你答案，对不对？好，千万很多的同学是一样，上台简报10分钟，准备20章，讲都讲不完，本来是很棒的计划，变成给他一讲破功，因为讲不清楚，因为只有10分钟可以讲。所以我一直强调，各位一定要先了解听众是谁。这个是行家，这个是对社会企业不太了解。你要知道他了解的程度之后，去准备你的简报档。你的简报档一定要多准备。30章，你真的只能简报用12章、15章就够了。请他提问题，你再来把后面几章做说明，类似的情况。好，整个计划书大概7个大的原则，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这样的概念。好，从第1项、第2项到第3项市场的导向跟一致性，到第5项非常实际的、非常明确的写出你要做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再来很完整的部分，重点项目都提到。上礼拜我们谈到这16项，基本上如果你都提到，我想应该都涵盖进去，不会太大。只是说一项你可能写了很多，一项可能写的很少，只要你有带到，基本上都应该不会太有缺的部分。好，接着呢，我来前面这2个单元都给大家一些基本的概念，企划书跟刚才谈到写企划书的一些种类型态有哪几种？那接着来跟大家谈到如何去形成，从整个企划书的形成来跟大家。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主要是放在企划书这16个小单元，大家写进去。那我们今天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从你有想法到最后计划书开始运作之后的所谓回馈 feedback， 或是 PDCA 的这样的循环之后的整个架构给大家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投入社会企业，先要去了解社会企业的整个这样的概念。所以上礼拜我稍微带一下，在座的每一位，我都非常邀请各位来能够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叫社会企业家精神。我们常常听到叫企业家精神，这个最经常听到的英文叫 entrepreneurship， 创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可是那是什么？商业的角度。可是今天我邀请大家各位来到这里，抱着一个能够真正对社会有贡献，所以才提出这么一个所谓 social enterprise 社会企业家的这样的概念。这个国外是非常的一个算是很普遍的，台湾比较少人谈社会企业家精神。可是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邀请各位都往这个方向，就是你的所谓以一般我们熟悉的创业家精神，能够把这个创业家精神转换到关注社会，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台湾的社会，这样一个 social 社会的观念，以企业家精神把你最后的成果是回到社会上来。这个是整个我们的社会企业创办或是营运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有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创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有关于创新跟影响力。我谈到，你必须透过创新，透过你的成果是影响这个社会的为关键点。所以社会企业家精神2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把创新放进去，就刚才讲到创意啊、creativity啊等等方面；第二个，要把
创新放进去，创新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影响力。社会企业运作最后就是把你呈现出来的 impact 对社会的贡献、社会的影响，产生社会多少的大的一些贡献才是大的，而不是在你的真正的什么营收这个观念。好，社会企业家的功能是在改革跟创新，而产生新的社会的什么一个新的趋势，这样的概念。好，这是请给大家是熊彼得大师、经济学大师提到的概念，给大家了解。第一个动作，我们来了解社会企业。我们整个社会企业的一个运作，其实跟这个企划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依照什么？你在说一个很让人家感动的故事。所以他说，社会企业是一个故事，一个 story， 而是一个让人家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从头写到尾，非常完整，就像一样写故事书一样。当然这样形容是比较有一点，比较没那么神秘。可是整个确实你的企划书做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去在叙述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什么故事。所以你会投入了很多，我刚才谈到，不管是蹲点，不管你社会的资源，不管你的团队，你会投入了很多的input输入一些东西，透过你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创新的科技来达成使命。我们这场熟悉的喜憨人，有多少人投入喜憨人？包括那些社会人士，包括那些叫他们做面包的面包师傅，叫他们做饼干的师傅，还有很多人捐钱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时间的资源，透过很好的带领，让他们有更多创意去找到喜憨人可以做饼干。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感动的事情，各位都知道，喜憨人没做别人做饼干，而且他们本身有一点点身体上的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所以他们如果做出那么好吃的饼干，我们会持续的买。除了他感动的故事，可能你会感动一次。买一次，可是做出来饼干很好吃，你还会经常去买，是不是一个非常好 innovation 的 story 创新的故事，来达成我们希望其他人会有更好的生活，这样子mission使命。所以从喜安的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社会这么多人关注，这么多人关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感动的 story。来达成我们对弱势团体、对这些身上都有的关心的什么使命？社会企业计划是在说明达成所期望的目标。这个过程，我们投入这么多，透过创新的故事来达成这个使命。我们的计划书就是把这一段完全的把它用我们的计划书的每一个单元章节把它描述清楚。如何应用社会的机会 （social opportunity） 这个机会，刚才那个商机在商业口，社会的机会，社会机会看到，因为有弱势团体、有身障朋友，也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可以投入的什么社会机会。环境有问题，我们对环境这么关心，我们可以投入。相对某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我们投入的什么环境的机会去做改善。达成真实的永续运作，社会企业计划应该是一个创新的故事，展现从投入到产出社会影响的路线图。第一个阶段初期、中长期，你的规划的公司怎么运作，最后达成永续运作的使命，这样的过程。这个路线图，所以社会企业为什么请大家写那么样的一个？从第1项到16项，很仔细的写出来，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社会影响的路线 ，social impact 整个的我们一般的 roadmap 整个的运作过程。好，所以第一个了解社会企业的整个规划，从大架构来看很清楚。从了解社会企业，一直到这一个感动的故事能够具体的呈现出来，这样的概念。好。关键计划的资讯，设计一个流程架构的故事细节，你必须把计划书里面很有逻辑的一块一块的把它写出来。投入什么东西？投入了资金，投入了人力、物力、志工，投入了土地的资源、空间，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时间等等，去办了一些什么活动，开发什么产品，最后什么产出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喜安人这么多人投入进去之后，他们做出了烘焙的饼干，之后拿出来卖，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包括成果。
那达到他们的目标，完成我们社会有心想帮助弱势团体这样的一个什么理想事。整个故事要有这么一个类似很有逻辑的排演，所以企划书写起来是有逻辑的。为什么说要一致性？不是逻辑什么矛盾？不是。所以这里要让各位知道，整个计划书的关键是要很有逻辑的排列出来，一步一步的展开来。投入的资源，做了些什么动作活动，最后产出一些什么东西，这就产生什么结果？结果之后，什么达成我们所要的目标，最后达成我们最终的所谓永续运作的所谓使命，这样的概念。好，这是了解的部分。好，这一章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的部分，哦，纯慈善机构跟纯商业机构，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社会企业在这一个所谓 NPO 慈善机构跟商业一般各位熟悉的商业的这样的中间的这一个，会看到这一段就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光谱用这张图来呈现出来。这边是 NPO 非营利组织纯慈善机构，台湾非常的多。商业更是我们传统非常的功利，在周边都有。这中间一块就是完全谈社会企业这一块。任务导向、市场驱动、社会经济等等，在这里谈到。